就突然从公路的右侧天空上看见一个雪茄状的飞行物，有半个飞行器还挂在树上，有2个穿着黑衣开着无牌车的男人敲响了他家的门，手上只有3根手指，脚也是3根指。他们叙述说看到士兵用毯子好像裹住了什么东西往卡车里面塞，但是这个警报声只响了1-2分钟就全都停止了，就好像有人在警告他们赶紧把声音停掉。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个今年刚刚公开的第3类接触事件。也就是说，这次事件不仅是近距离的目击了 UFO， 而且这个事件之所以叫第3类接触，是因为还接触了 UFO 上的成员。2026年1月的时候，73岁的巴西神经外科医生伊塔洛·文图雷利博士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会上亲口叙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外星人接触事件，也是他本人的经历啊。他当着全美国的媒体和 UFO 研究者的面，详细的叙述了自己和一个被活捉的非人类生物面对面4分钟的心灵对话。那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怀疑啊，又是活的外星人，又是心灵对话，那这不就是罗斯威尔事件吗？其实这2起事件的确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大家请放心，之所以这个故事我能拿出来讲呢，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我特意的考证了一下它的严谨性，结果呢还是让我大吃一惊。虽然说真实与否不可能我直接拿出来给大家一个结果，不能随便的造谣，但是呢，相信大家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对它的真实性有多大，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巴西瓦尔吉尼亚第3类接触事件。大家好，我是李罗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的每期影片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希望你能够多停留一会儿，喜欢的话帮我点赞订阅这个小频道，或者转发给你认为感兴趣的朋友。那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声明，所有故事内容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故事中出现的画面可能由 AI 生成，切勿当真。在国家记者会上，文图雷利博士和其他几位同一事件接触者叙述着自己的遭遇。事件发生在30年前的巴西瓦尔吉尼亚。那现在我们跳脱出文图雷利博士的视角，把所有记者会上的证人证言汇总在一起，捋成一条完整的时间线，跟大家分析一下整个事件的脉络。最后呢，我也会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30年之后一起公开这个事件。这个最早的目击者叫卡洛斯·德索萨，下面我们就管他叫卡洛斯。他是一名飞行员，在1996年1月13号的时候，他开车经过瓦尔吉尼亚市外，开着就突然从公路的右侧天空上看见一个雪茄状的飞行物从天上很快速的往下掉，而且整个姿态呢摇摇晃晃，像是一种具有飞行能力却失去控制的某种飞行器，就哐当的一下子掉进了路旁的树林里。他越觉得越好奇，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飞行员嘛，觉得是不是什么新研究出来的飞行器，另外也想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受伤之类的。等他赶到现场之后，就看见有半个飞行器还挂在树上，周围散落着很多金属的碎片。等他走近之后，才发现那些碎片呢有些奇怪，看着像是金属外壳的碎片，但是轻的却像包巧克力的那种铝箔纸，而且意外的很有弹性，这种金属用手就可以捏扁，但是它马上就能恢复成原状。那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这种特性呢也和当年的罗斯威尔事件很相似。他在现场还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氨水的臭味。正当他愣在那里拿着一块金属碎片观察的时候呢，不知道军方的车辆这时候也已经停在了身后的公路上，而且那些人几乎是冲过来的，直接用步枪顶住了他的脑袋，然后就说把那个东西放下，快走开，不然我们就开枪了。卡洛斯只好举着手慢慢的放下了手里的那个碎片，好像是自己拿着一把凶器一样，随后呢就带着很多的疑问开车走了。但是事情到了这里还没有完，当天更晚一些的时候，有2个穿着黑衣开着无牌车的男人敲响了他家的门。2个人呢先是准确的说出了他的名字和家庭成员的名字，并且冷冷的警告他，你什么都没有看到，否则你这辈子都会有麻烦。随后军方几乎是在他被赶走的同一时间封锁了现场。那这是卡洛斯在记者会上公开自己的遭遇，上面的这些描述只能算是这整个故事的开头。让整个记者会上的人紧张起来的是7天之后发生的事儿。1996年1月20日下午3点半左右，3个年轻的女孩莉莉安妮·瓦尔吉利亚和卡迪亚，她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在一条小巷的空地旁看见远处好像有一个人躺在墙边。那走近一点之后，发现他身高大约只有 1.2 米，越看越古怪，就停止了脚步。这个东西皮肤的颜色很特殊，呈棕红色，像是涂了一层油或者是肥皂泡一样的东西，亮晶晶的。
头很大，眼睛是2个紫红色的球，没有瞳孔，有一个非常小的嘴巴，手上只有3根手指，脚也是3根指。他全身正在发抖，看起来像是受了重伤。这个东西眼睛就看向3个女孩，似乎像是在向她们寻求帮助。那这几个小女孩哪见过这种场面，直接就吓得尖叫着往家跑。等到了家之后，就直接告诉母亲，我们刚才好像看到鬼了。母亲肯定是不信，但是看到3个女儿都吓得够呛，就决定带着她们回去查看。等到了那个原来的地方之后，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只闻到一股浓烈刺鼻的氨水气味。母女4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听到远处传来了消防车的警报声。但是这个警报声只响了1-2分钟，就全都停止了，就好像有人在警告他们赶紧把声音停掉。消防车是一辆接着一辆的来了，一共8辆。接着又来了大规模的军队车辆，他们叙述说看到士兵用毯子好像裹住了什么东西往卡车里面塞，之后他们走的速度也像他们来的时候一样，在10几分钟之内就快速的撤离了，现场恢复成了原貌，连那种刺鼻的气味都消失了，现场就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时候国家记者会还在继续，第3位目击者补充着他的描述。他说当时军方带走的肯定是外星人，虽然我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我就是当时在现场负责的警卫工作，也是一位参与捕捉的军警。他说他看到当时至少有1个活体的外星人被抓到，带走的有2个，其中另一个可能已经死亡了。他描述说他的一位同事当时与这个东西呢有过实质性的接触，那位同事叫做马尔科·艾利·谢雷泽，他是在抓捕的过程中呢不小心被那个生物抓伤了手臂，没过多久呢他全身就感染了一种极其凶猛、对多种抗生素完全耐药的细菌，最终因为严重的败血症而不治身亡。后来呢他还去了同事的家里看望家属，通过聊天呢才知道军方甚至也去了家里，而且让他们把遗体快速的下葬，参与并监视着整个过程，不允许家属与遗体有任何的接触，也不允许做任何的详细尸检。那这些信息后来也的确得到了家属的证实。所有上面这些线索虽然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但是呢只能作为一些间接的证据。这些目击者呢都是单纯的目击，没有一个是直接与外星人直接发生第3类接触的人，就像我们开头说的一样。那所有最核心的接触事件都指向了一个证人，这个人工作的地方在瓦尔吉尼亚市立医院。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伊塔洛·文图雷利隐藏了30年的那间病房。1996年1月20号晚上，文图雷利博士正在医院值班，他当时已经是神经外科的骨干医师了。正在值班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同事神色慌张地把他拉进了一间平时不会用的隔离病房里面。这个同事呢神情显得非常的紧张，而且旁边呢还有军队的人员，仿佛正在监视他们的对话一样。同事就压低声音说，这边有一个紧急的病例，你得赶紧过去看一眼。他先拿出了一张 X 光的照片给他，你看这孩子水脑症很严重。他接过照片，发现影片里所谓的孩子，他的头颅异常的肿大，比例失调，而且只有3根手指。文图雷利博士一看就觉得不对，他第一时间怀疑这是不是因为一些军事的事故，比如说接受了过量辐射导致的畸形儿。但是在他仔细观察了 X 光照片的细节之后，这头骨的形状太过完美，太过对称了，根本就不像是任何他见过的水脑症的病例。他心里瞬间就一沉，脑子飞快地转动，这也许不是人类的常见病理变化，那这会是什么呢？文图雷利博士瞬间瞳孔放大，好像瞬间明白了什么，并且惊讶于自己的推测。他用震惊的眼神看向同事，因为在军方的监视下，2个人都没法随便的交流。同事呢也是用眼神坚定的重重的点了一下头。我的天，这怎么可能？但是还没有等到文图雷利博士发问，同事呢就先把 X 光照片拿走了，直接把他带到了真正的病床前，轻声的催促他说，别出声，就看1眼。床上躺着的正是那个病人。文图雷利博士在后来的记者会上描述，他看起来像是一个7岁左右的小孩，头骨是完美的水滴形，眼睛是淡紫色的水滴形，皮肤苍白的几乎透明，嘴很小而且紧闭，没有乳头，手部是3指手掌，带着对生拇指意思就是说其中1根手指是拇指的功能。头上还有刚刚缝合的手术线，显然几分钟之前刚做完一台手术。就在那一刻，文图雷利博士紧张的几乎心脏停止了跳动一样，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是病人，这根本就不是人。一种混合着职业的好奇、极度的震惊和本能的恐惧情绪瞬间就涌了上来。当然，作为做了多少年手术的老医生来说，他见过无数的畸形、肿瘤、罕见病例，
但眼前的这个，不管是皮肤的质地、眼睛的颜色、头骨的比例，都完全超出了自己掌握的医学范畴。虽然他紧张到开始发抖，但是他没有办法，只能强迫自己保持镇定。这个东西很安静，一只手放在被单下，一只手露在外面。当文图雷利博士走近之后，这个东西抬起头，用眼睛直直地看向他。博士叙述说，就在一瞬间，他突然就感觉到恐惧和紧张的情绪在快速地减弱，甚至可以说是瞬间的消失了。医生的大脑里突然涌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感觉，像是一种信息正在传递，但它并不是什么语言，也不是画面，而是像一种纯粹的感受下载。他仿佛建立了一种和这个不明生物的意识连接。在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就发现对方开始和他对话了。对方说他知道自己在哪里，他感激医院的治疗，他想回家。对方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超越人类的平静和专注。文图雷利博士就说，他的目光不带有任何的判断，他只是看着我，还有2次看向窗外。他想传递给我的信息是，我知道自己的处境，但我不想待在这里。整个过程持续了3到4分钟。军方的人就在隔壁的房间，文图雷利不敢久留，因为他知道这可能属于国家级的机密。在他离开病房不久之后，军方的人员就迅速地接管了病房，迅速把这个活体的生物带走了，并且对现场的2名医生进行严厉的威胁，要求他们严格保密，否则后果自负。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双淡紫色的眼睛。他在记者会上说，你们想笑就笑，想嘲讽就嘲讽，但我亲眼看见他躺在我的面前。那个东西肯定是来自于一个未知世界的智慧生物。 Eles merecem saber que há muito mais além do que a nossa existência humana. E eu sou uma testemunha. Thanks. I still work as a neurosurgeon, and I am here because everyone,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deserve to know there is much more beyond human existence, and I am eyewitness to the proof.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30年后，2025年底，詹姆斯·福克斯的纪录片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在巴西反复调查瓦尔吉尼亚事件。2024到2025年间呢，他们多次的前往当地，通过医院的人脉、当地研究者的网络和持续的追踪，终于说服了瓦尔吉尼亚事件的大部分核心接触者。文图雷利博士和相关的这些目击者才决定站出来公开整个事件，并且这些是在他们被保证人身不会受到威胁之后。文图雷利博士也是刚刚从一场几乎致命的突发心脏病中挣扎过来，也是因为几乎经历了生死，思想呢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决定不再沉默。2026年1月21日，他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会上，当着全国媒体和 UFO 研究者的面，复述了自己经历的一切。那这起事件和1947年的罗斯威尔事件相比呢？虽然罗斯威尔事件有坠毁的飞行器残骸照片、疑似外星人的尸体照片、多名牧场工人和军方的目击者证明，但是所有的这些资料被军方迅速的扫清，留给大家的信息所剩其实并不多。而这一次事故的核心接触者看起来也不是什么随便造谣之辈。伊塔洛·文图雷利博士，他是资深的神经外科医生，从业46年，担任过当地多家医院的主任或院长，履历清晰可查。所以从他从事的职业来看，他的言行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再加上其他几位目击者，飞行员卡洛斯·德·索萨、3位女孩莉莉安·瓦尔吉利亚、卡迪亚和他们的母亲，军警下士马可·艾利·谢雷泽因为伤口感染罕见的细菌而亡，以及家属确认被军方要求快速下葬的过程。他们对整个事件的描述也可以作为补充拼图。另外有一个细节，在2026年华盛顿国家记者会召开之前，詹姆斯·福克斯的纪录片团队就已经多次独立的走访巴西，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对多位关键的目击者进行了深入的采访。那时候他们的证词就表现得高度的一致，所以说也不存在串通口供的问题。所有这些细节像精密的拼图一样完美的吻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故事还是有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必要。那听说后来军方当年把那个生物从医院移到了三星市军营，再往后呢，那你肯定能猜得到，据说所有的信息后来都转交给了美国军方，从此再无其他线索。官方调查呢，那听说巴西军方后来轻描淡写说，那只是一个患有精神障碍的流浪汉，被雨水淋湿了，看起来像只怪物，军队只是例行演练。
直到30年后的今天，面对这么多的原始目击者证词，消防员、士兵、家属，还有现在站出来的医生，之前军方的说法呢才被彻底推翻。后来这个事件也被拍成了纪录片，片名是这个，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接触时刻新启示。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搜索一下。2026年全球 UFO 解密浪潮正一波接着一波的到来，特朗普政府也是刚刚宣布 UAP 文件即将公开，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瓦尔吉尼亚的医生博士选择在这个时间站出来叙述这么一件事儿，这是不是巧合？如果这和罗斯威尔事件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测，外星人和医生进行心灵对话，就是为了让公众慢慢适应他们的存在，而且他们有感情，会进行沟通，之后再慢慢释放更多的信息。如果这两个事件是同一个计划的一部分呢？外星文明也许在用多次接触，逐步引导人类从恐惧走向理解。文图雷利博士说，我能感受到他像天使一样平静，这也许就是他们想留给我们的信息。当我们放下内心的恐惧，终于敢直视它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种地外文明一直在等待我们的成长。那这种信号到底是一根友善的橄榄枝，还是一次带有敌意的试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一起讨论，说说你对于这件事的看法。那我是李罗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请帮我点赞订阅这个小频道，或者是分享给你认为感兴趣的朋友，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那2026年我猜很可能也是一个 UFO 事件被公开的大年，发现新的事件之后，我也会第一时间做成影片和大家分享。那本期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